却说正往云深不知处飞的两小只正手拉手头，挨着头坐在麻袋里睡着了。等他们醒来，麻袋刚好飞进净室，揉了揉眼睛，阿英问道：“蓝湛小哥哥，麻袋停下来了，咱们是不是到你家了？”从麻袋里伸出脑袋，蓝湛道：“嗯。”学着蓝湛露出脑袋，阿英张大嘴巴：“好大好漂亮的房间呐！”蓝湛道：“我住的。”顿了顿，蓝湛又道：“以后也是阿英住的。”阿英不敢置信：“蓝湛小哥哥，阿英可以住你的房间吗？”蓝湛颔首：“可以。”闻言，阿英眼睛一亮。须臾，阿英疑惑：“蓝湛小哥哥，阿英怎么听到外面有好多人在喊二公子？”蓝湛道：“我。”阿英呆了呆：“啊？”蓝湛解释：“二公子是我。”阿英哦了一声：“那阿英以后就叫蓝湛小哥哥二哥哥。”蓝湛眨了眨眼睫：“好。”阿英莞尔：“二哥哥，你要告诉外面的人你在这里吗？”蓝湛迟疑：“我。”阿英道：“嗯。”蓝湛垂眸：“不能见太多的人。”阿英不解：“为何？”低头盯着身上的麻袋，蓝湛低声：“会吓到他们的。”阿英道：“不会，二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像个小神仙一样，才不会吓人。”猛地抬头，蓝湛看着阿英：“我这个样子，你真的不怕？”阿英信誓旦旦：“不怕。”看着阿英坚定的表情，蓝湛浅淡若琉璃的眼眸掠过一抹笑意。渐竟是外面呼叫二公子的声音没有停过，蓝湛想了想，道：“阿英，你从麻袋里出来，站在门口告诉大家，我回来了。”阿英满口答应：“好的，二哥哥。”话落，阿英就从麻袋里钻出来，跑到门口，扯着嗓子：“大家，二哥哥在这里！”一连喊了好几声，阿英才看到一个蓝衣女子牵着一个比她高很多、比她大很多的男孩跑过来。“你是？”蓝衣女子望着衣衫褴褛、身形单薄的阿英。阿英乖巧道：“姨，我叫阿英，是二哥哥从夷陵带回来的。”蓝衣女子愕然：“夷陵？”这时，只露出一颗小脑袋在麻袋外面的蓝湛走了过来，他礼道：“母亲，哥哥。”松开母亲的手，蓝焕奔到蓝湛面前，一把抱住立在麻袋里的弟弟：“阿湛，你去哪了？怎么不带哥哥一起？”蓝湛道：“麻袋自己飞出去。”阿湛来不及找哥哥一起。蓝衣女子也就是清衡夫人讶然：“阿湛，你说麻袋自己飞了出去？”蓝湛望着阿英：“母亲，麻袋飞了好远，他和阿湛落在被恶犬追赶的阿英身边，阿湛就把阿英带回家了。”清衡夫人这才认真打量起阿英。阿英有些局促，她往蓝湛身边挪了挪，似是看出阿英的紧张。清衡夫人微微一笑，温柔的道：“阿英，别怕，阿湛带你回来，那云深不知处以后就是你的家。”蓝焕跟着道：“阿英，我是阿湛的哥哥，你以后就是我弟弟。”阿英眼睛一红：“姨。”这时，老蓝氏双臂从外面走进来，两人一眼就看到了立在麻袋里只露出小脑袋的蓝湛。蓝启仁率先来到蓝湛跟前，将蓝湛连人带麻袋的抱在怀里：“阿湛，你去哪了？”蓝湛道：“夷陵。”蓝启仁懵逼。清衡君愕然。清衡夫人一笑：“夫君，启仁，阿湛说是麻袋带着他飞去夷陵，救下被恶犬追赶的阿英。”清衡君和蓝启仁这才注意到阿英。见清衡君和蓝启仁都看向他，阿英顿时有些手足无措，却还是乖巧道：“两位叔叔好。”清衡君望着阿英：“孩子，别怕，我是阿湛的父亲。”阿英立即道：“蓝叔叔。”清衡君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阿英，你被阿湛从夷陵带回来，你父母知道吗？”阿英摇头。蓝湛道：“父亲，阿英不知道自己阿爹阿娘去了哪里。阿英说他在夷陵等了很久，他阿爹阿娘都没有去接他。阿湛答应阿英要帮他一起找阿爹和阿娘。”闻言，三个大人相互对视一眼。清衡夫人摸了摸阿英脑袋：“阿英，你知道你阿爹阿娘叫什么名字？”阿英想了想：“阿英只记得阿娘叫阿爹长泽哥哥，阿爹管阿娘叫藏色。”蓝启仁震惊地看着阿英：“你是魏长泽和藏色散人的儿子魏婴？”魏婴喜道：“叔叔，你认识阿英的爹娘？”蓝启仁颔首。魏婴激动道：“那您可知道他们去了哪里？”蓝启仁一脸犯难。蓝湛在一旁帮腔：“叔父，
你知道的话就告诉阿英，然后阿占把阿英爹娘也带回来。他怎么不知道自家乖巧可爱懂事的二侄子有带人回家的嗜好？只可惜，二侄子注定带不回魏长泽和藏色散人，因为他们已经看魏婴的表情，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爹娘已经出了意外，而他又要如何告诉魏婴，魏长泽和藏色散人1年前在夷陵业力而亡？没办法，拦起人去瞅他兄长。青恒君沉吟：阿英，你阿爹阿娘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可能来不及告诉阿英，等阿英长大了，他们也许就回来了。魏婴眼睛一亮：阿焕。青恒君对大儿子道：你让人烧点热水提到净室。蓝焕拱手：是。